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外耗别人。王一博的清醒治好了多少人的精神焦虑。在如今这个充满焦虑与自我审视的时代，精神内耗似乎成了许多人的常态。然而，近日王一博因一系列绝不内耗的名场面被网友趣味总结为外耗型人格，再次强势登上热搜。面对生活中的小翻车或职场上的不公，他拒绝陷入自我苛责的泥沼，而是用一种近乎耿直的外耗逻辑，将压力向外释放。这种看似反常规的洒脱，不仅没有让他失去路人缘，反而让无数深陷内卷与焦虑中的网友直呼要逐帧学习，成为了当下最稀缺的情绪解药。所谓外耗型人格，并不是蛮横无理，更不是遇到问题就推卸责任，而是一种不愿反复用自我否定消化负面情绪的能力。放在王一博身上，这种特点尤其明显。遇到问题时，他很少第一时间陷入是不是我不行的自我怀疑，而是会用一种轻松甚至有点幽默的方式，把压力从自己身上拿开。比如做饭把锅烧糊了，他不会纠结自己厨艺不行，反而直接说这锅糊了，锅不好。录制节目口播连续卡壳时，他也不会因此紧张，反而笑着安慰对方，你别紧张，我不紧张。是冠名商紧张，看似是在甩锅，实际上更像是在给自己留出足够的心理空间。饭糊了就重新做，口播卡了就继续录，没有必要因为一次小失误不断否定自己。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让他在面对压力时始终保持着一种难得的松弛感，而这种性格并不只体现在日常小事上。面对外界给自己预设的苦难叙事，他也不会轻易顺着别人的节奏走。当记者问他有没有经历过苦难时，他反而用一句你吃过苦瓜吗轻松化解了沉重的话题。综艺游戏中觉得规则不合理，他也不会默默忍着，而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网友才会调侃他是拒绝老板PUA第一人。他并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喜欢把情绪藏在心里，反复消耗自己。该表达的时候就表达，该抗议的时候就抗议，事情过去之后也不会一直困在其中。这种看似外耗的方式，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很强的情绪边界感，不让一次失误定义自己，也不让别人的评价轻易左右自己。对于长期处在聚光灯下的人来说，能够保持这种松弛和清醒，反而是一种难得的能力。王一博的这种外耗，并不是毫无原则的任性，而是建立在清醒的自我认知和足够的实力之上。在攀岩纪录片中，当教练建议他踩着石头走捷径登顶时，他却坚持表示我在乎。因为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最后站在山顶的那一刻，而是自己一步一步完成攀爬的过程。面对明显超出自身能力的挑战，他也不会为了证明自己而硬撑，而是能够坦然承认目前做不到，接受自己需要慢慢进步。这种清醒其实也延续到了他的演艺事业中。正值事业高峰期，他没有选择不停接戏，不断制造曝光，而是主动给自己按下暂停键，把更多时间留给攀岩、赛车以及真实的生活。他很清楚，演员需要不断输出，但如果长期处在流水线式的高强度工作中，连自己对表演的热爱都被消耗掉，那么再多的作品数量也未必有意义。所以暂时停下来并不是逃避，而是为了重新积累。敢于在最热的时候放慢脚步，敢于接受自己的节奏，
也敢于把人生从流量的追赶中拿回来。这种不盲目证明自己，不急着迎合外界的选择，或许才是王一博真正难得的地方。在这个恨不得连吃饭、健身、落泪都要包装成热搜的浮躁环境里，王一博反而保持了一种难得的清醒。他很少刻意放大自己的情绪，也不会反复消费失误和遗憾，更不会把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拿出来换取关注。面对春晚舞台上的小失误，他没有反复解释，而是轻轻带过，继续把该做的事情做好。面对赛场上的摔车和退赛，他同样没有沉浸在遗憾里，反而第一时间提醒粉丝理性看待比赛，不要因为结果去攻击别人。这种处理方式看似简单，其实非常考验一个人的定力。因为在流量时代，情绪本身就可以成为流量，但王一博显然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不卖惨，不炒作，不纠缠过去，也不被外界的声音牵着走。或许这种不把人生交给热搜定义的状态，才是他真正的底气。比起被流量推着向前，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更懂得如何掌控自己的节奏。王一博的外号型人格之所以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是因为他替无数在高压环境下不敢发声的普通人活出了他们向往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不必执着于一条路走到黑，也不必因为一次失误就全盘否定自己。与其在深夜里反复咀嚼遗憾，不如像他一样，把每一分精神都用在对生活的热爱与外场的创造中。这份不被世俗标准捆绑，敢于随时暂停的通透，确实值得被看见，也值得被学习。所以王一博能否凭借追风者冲击飞天奖提名，现在或许还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定答案。最终名单究竟会不会出现他的名字，还是要等官方揭晓的那一刻才能真正见分晓。但无论结果如何，魏若来这个角色已经成为王一博演艺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真正值得期待的，也许不只是一份提名名单，而是未来的王一博还能带来怎样的作品，又会用什么样的角色继续证明自己。那么你觉得王一博这次有机会入围飞天奖提名吗？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这里是黎春正，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和分享，让更多喜欢影视和演员作品的朋友看到我们的频道。至于最终答案，就让我们一起等待名单揭晓的那一刻吧。我们下期视频再见。